马上要在下一组对战的两位孙书恒和小蝶，掌声欢迎孙书恒。证明自己。嗨，大家好，然后我叫孙书恒，我其实是个 I 人啊，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E 人的朋友，外向的朋友啊。就我下面说一下，就我们是 I 人，我们不是傻子，这事大家是能理解的吗？经常有 E 人的朋友问你还会说话呀？你还能出门？就我们也是一个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这件事大家是能，我们饿了也知道吃饭，下雨也知道往家跑。我甚至碰到认识的人，我还会主动跟他打个招呼，能怎么样？打个招呼能怎么样？回家再自杀呗，能怎么样呢？但我是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我碰到那种半认识不认识的人，我只能跟他发出半个招呼。碰到认识的人，嗨；碰到半熟不熟，嗯。只能发出一个声母，我有时候就是。他们还说 I 人不善拒绝，我是会拒绝，但我最多拒绝你3次，啊，不是说一定要在乎3次这个数字啊，而是因为3次就是我想象力的极限了。我想象不到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在你拒绝他2次之后，他还在邀请你，再1再2不再3吗？不是。就经常有那种巨一的朋友问你喝酒吗？我说啊，不去了吧，你昨天不是刚喝过吗？你怎么还去？他说走，我请客。我说啊，我不去了吧，我今晚还有点事儿。我都说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了，你别管我有没有事儿，你不能再邀请了，你懂吗？你怎么还得怎么邀请，还得怎么样？他说。他完全不从社交当中获得任何的反思的，我反而开始反思我自己了。我说，喝酒这事儿，就我有那么不想去吗？人都邀请我3次了，我再拒绝，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家说不定也内耗，人家有一些社交上的尴尬，人家也难受，人家也难受。然后问我艺人的朋友，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说，嗨，孙润恒这人，你多叫几回他又来了。凭什么呀？他们凭什么完全不承担社交带来的尴尬？他们说 I 人是刀口向内的 ，E 人是刀口向外的。这怎么2回伤害都是一个人啊？我一测那个 MBTI 告诉我是调停者型人格。我说我不是什么调停者型人格，我是诸葛亮型人格。就你们有没有想过，诸葛亮他本来也不想出门，但是刘备邀请了他3次。诸葛亮心想，我是不想出门，但你说就匡扶汉室这事儿，他有那么难吗？不行，帮他匡一下也行呢。真是，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 I 人啊。他在《出师表》的倒数第4小段里都已经透露了他是个 I 人这件事情。倒数第4小段特别重要啊，第一段就有点太自恋了，最后一段就有点像结尾和心声。倒数第4小段没人在乎，在那悄悄透露自己是个 I 人，前面铺垫了一堆的治国方针，最后才敢说臣本INFP，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先帝是个 ENFJ 呀。先帝他邀请了我3次，你说我再拒绝吧，亮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亮配得感又低，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回避型依恋。亮真是有时候亮真是没办法。亮。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 INFP， 我这时候跟丞相共情了。
他就想待在家里睡觉而已，就我们这个人就想在家待下睡觉而已，那有什么错呢？你非要叫人家出门，那不都告诉你，那不都跟你说了吗？卧龙。可以。丞相就是被架住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社交当中被架住的那种场景啊？我经常这样，就在一个聚会里快要结束的时间点，这个时候我要去上个厕所，主人跟我打招呼说：“哎，走了。”我就真得走了。我厕所我也不上了，走。行李我也不要了，走。扔掉我的行李和膀胱，走。我就是，我不好意思不走，他给我架住了，我老是这样。就我是个 I 人，啊，我原来也装过 E 人，但我装不了，我就天生是个 I 人，就我先天就是这样，你能明白吗？喝中药调理不好，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能。但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社会不给你这样的机会，这个社会就是个E人本位的社会，啊，外向人的社会，你们的社会。我是个山东人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你得闯荡点，你得外放点啊，看到亲戚跟他打招呼，看到外国人跟他学英语，但是你从小都是这样的嘛？就在我爸妈的眼里，那样的人才是大人。你感觉在他们眼里，成年人是不可能是 I 人，I 人不可能成年，I 人就是18死，你就。但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手机、没有导航的话，你要是个 I 人，确实很难存活，是吧？因为这是基因决定的。我是个山东人，你看为什么东北现在全是E人，全是外向的人？是因为你闯关东的时候啊。你要是个 I 人，真的闯不了的，朋友们。哎，一个人能从青岛一路问路，硬问到哈尔滨。2270公里，他得多 E 呀！他不光是个 E 人，他是个疯子。我觉得他真是，哎呦，我真不行，我最多到潍坊，我就。外向就一直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价值观，是吧？主流价值观，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古话说得好吗？仁义礼智信。谢谢大家，我是王，谢谢大家。来，各位抓紧，在孙书恒的表演结束之后啊，孙书恒索票通道开启。再次感谢孙书恒的表演。4位，你是 I 人，我知道，哎，都 I 啊，所以大家都能理解孙书恒说到的生活里面这些沟通。怕沟通的这些困境吗？他讲到问路的时候，我太共情了。就没有 GPS 的年代，我们就活不了，简直。但是你没有拍灯，我没有拍这，因为它结束太戛然而止，我都懵了。我觉得你应该是还有，但是可能我不知道是舞台的时间的限制还是什么。对，篇幅限制，可能也是嘴快吧，可能也我也不知道。我昨天晚上还专门熬夜看了他那个 B 站的有一个专场，很有趣啊，三堂会审，推荐给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这种 I 人上来就是很蔫儿，好像不是给观众讲，是说给自己的。就我看线下的表演，很多那种小俱乐部的场地，甚至是挺破挺脏的，然后打的那个面光都不足啊。然后突然冒出这么一个 I 人，然后在那儿低着头，好像跟自己说话，那个气场氛围全是对的，所以你就感觉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咱们今年的舞美比往年好看太多了，所以我会觉得孙书恒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老觉得，哎，这跟我熟悉的孙书恒的画面不一样。后来就感觉这个有点过于华丽了，所以跟那个可能有一点冲突，我不知道。所以你的灯是补的啊？对，因为鲁豫老师没拍，我觉得表演可能还有个适应问题，但是从整个脚本上是值得3灯的。懂了。但是我非常的喜欢他，一上来就特别像他的感觉倍儿像新裤子那彭磊，你知道吗？就是一上来，然后就那个手还得放在这儿，你看他乐都像，就是在一个带小眼镜老推一下。然后我跟彭磊都特别矮，然后但是我没有那么矮，他是非常矮那种。你还怎么了？
哎，你跟你的朋友之间聊天，万不得已不说话是吧？都靠托梦啊，会那种挨到俩人坐那儿半天，谁也不出声，就只听呼吸吗？你看看现在就是这样，对不对？是会有一点对。然后我觉得好多哀人就是因为世界让他不想张这个嘴，他在脑子里想特别多的事儿的时候，反而让人想出特别多过于异的人根本关注不到的那些点。而且我觉得一上来那种共鸣，就是懂的都懂，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特别美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是吧？是吧？就是你看我爱。我是有几个共鸣点的，就是一个是他无法在3次之后拒绝别人，其实我自己也是做不到的，我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当年的广告跟你说3次就行了。对嘛，你多请2次就好了。但是我也有一点那种心理负担，会觉得我已经说2次了，人家都拒绝了，再说第3次会不会就讨厌了？不是，3次是肯定的。春春演出在备台的时候，我看着观众一喊吕春，第3个吕春一定出来了，等到第3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也会好奇的一个点，就之前就比如说我们4个人都是爱人，那当我们4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在这4个人中间会有一个人一化？是这样的，春春，这个事儿我考虑过。我们除了有各自的这种所谓的人格以外，还有一个职业的人格。是的，是的，如果我们4个人在一块儿的话，我的主持人的职业人格会跳出来，强于我的人格。我得现场主持这个场景，不能让话掉下来。懂的都懂，对吧？太懂了，每回一上台就是再见爱人，再见爱人了啊。还有一个信息，你跟家人说你在罗永浩直播间工作，对，为什么呢？因为在山东你不能从事这种第3产业，就是不能从事不稳定的自由职业。对。所以你跟家里谎称在我那儿做了5年直播。对，为什么你选的是罗永浩直播间？因为其实比较稳定，是4大直播间里的老4，但前3个一直在换，所以他就一直是。只有我们老4是千年老4啊，符合我家里人的这个刻板印象，这个。那这个节目播出去，他们不就知道了吗？会剪掉吗？剪掉，专门给他家人看。苏恒在我们直播间工作表现一直非常好。我作为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想感谢苏恒的父母养育了这么一个好的孩子。谢谢。我每年都会在罗老师直播间买点东西给家人，说是公司发的，因为哎呦喂，有点心酸。这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哎，那今年618我们一起播一场好不好？哦，可以，谢谢。来活了，就完全坐实了嘛。可以，本来也是嘛，本来也是，对，是。我跟脱口秀就是玩，跟脱口秀就是玩，是，平时还要工作的，我工作很饱和的，老板。那618专场我们俩一起。可以，没问题。和老板直播有什么感受？习以为常。公司也经常碰到吧？对，咱们在公司走廊里也经常打招呼，只是没一起播过而已。他们说618那个时间点不合适，那后边还有个818，可以跟节目播出时间配合起来。2位对818直播有什么想法？看他喜欢什么，因为他是个 I 人嘛，所以他能把什么样的讲好，或者有热情去讲和推荐给消费者什么样的东西，这看他吧，我这边好处理。向你推荐一个 idea， 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感兴趣。idea 不是 idea， 没有儿化音，英音美音都不儿化。来，接着说。我有一个点子。点子。我们接下来要请上来的又是一位新人，他的生活经历非常有趣，而且他的标签也非常有趣。来都来了，掌声欢迎小蝶。来了，脱口秀第1名成员。大家好，我是小蝶啊，蝴蝶的蝶。
我的身世呢非常的离奇，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我出生之前，我妈就已经做过了绝育手术，所以我能出生呢，代表手术失败了，因为医生的技术不够硬，没有我的命硬。那个手术呢叫输卵管结扎，科普一下，就是把女性的输卵管堵上。是一种永久性的绝育手术。每个人出生之前呢，都要经过输卵管这条赛道，而我的赛道是我自己挖的。当时我妈刚怀孕的时候呢，她不觉得自己是怀孕了，她以为要提前绝经，非常着急，就去开了一些药，活血化瘀。我就是那个瘀，怎么都化不掉。她才意识到好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更着急了，因为3胎药法很多钱，所以她就去找当时做手术的医生医闹。我们常见的医闹呢都是出人命了，患者家属在那大喊还我孩子命来，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我妈去找医生呢也是出人命了，她说把我孩子还给你。好好的人怎么说有就有了？医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他以为我妈不想要这个孩子，就开始劝说孩子来都来了，万一留着有用呢？我妈有非常严重的囤积癖，她最抗拒不了的一句话就是留着有用。她当时非常理直气壮，她说孩子我留着有用，钱我也留着有用呀，你们不能罚我钱啊。后来呢，真的没有罚钱，因为我出生证明性别那一栏填的是医疗事故，美国都没有这个性别。我一出生就是个法外狂徒。然后关于我出生的这些故事呢，在村里广为流传。在村里人嘴里，我的出生堪比猴王出世，已经有点妖魔化了，就好像我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蹦出来我就大喊 surprise mother father。 从村里人嘴里呢，我还听说我的出生引起了家里的原住民，也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他们的不满。他们不止一次的问我爸妈说，他以后都住在我们家吗？所以呢，后来我爸妈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多出来的孩子捐给需要的人。简单来说呢，就找个好人家领养，领养代替购买。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我爸妈年纪都比较大，我妈当时身体也不好，有点贫血，想回一回血。幸好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什么二手平台，不然我一出生就是二手平台的小宝贝，就会有人在下面评论：“宝贝几成新？宝贝还在吗？”差不多我在家闲置了半年，真的有对夫妻打算要收养我，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当时开了一辆锃光瓦亮的大奔来村里面接我。我妈给我洗了澡，擦亮了宝贝。就在人家上门自提的时候，我哇一下就哭了。我妈舍不得了，她就编了一些很奇怪的理由，让人家开着大奔回去了，说你们黑色的车不吉利。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就听别人讲过，我每次听到我晚上都做噩梦，梦到我爸爸妈妈不要我了。长大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大奔。我真的不理解我妈为什么要编那种奇怪的理由，说人家的大奔不吉利，有大奔还要什么吉利？我问我妈为什么要后悔，她说养了半年养出感情了。当时我在她怀里面哭得太厉害了，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把我放上那辆大奔，
我就会开始笑。我真想回去把我的嘴堵上啊！我就跟他说：“你别哭了，你再哭，你妈可就要你了。”就这样呢，我就成为了一个农村3胎家庭最小的那个成员，孩子都流向了不需要孩子的家庭。我妈真的有非常严重的囤积癖，家里留着有用的东西也太多了，她还留着我哥哥姐姐小时候的衣服，所以我一出生就失去了穿衣自由。也获得了穿衣自由。我从小的穿衣风格可盐可甜，非常复古，穿的都是古着。但是我刚上1年级，我就继承了哥哥姐姐小学初中的所有书本。我哥哥姐姐根本就不学习，他们的书太新了，我妈舍不得扔。所以当时的场景呢，就是我穿着我姐姐的衣服，拿着她用过的作业本，站在教过他的老师面前，这个场景非常诡异，我感觉老师都懵了，是不是当年教过的那个差学生回来索命了？而且呢，大家都说什么教科书是最权威的，但是我一点都不相信我的教科书，因为那几年呢教科书改版了，我用的是上个版本。怎么说呢？鸟巢都快盖好了，我书里北京还在深奥。我上课就像在玩一个游戏，叫找不同。别人书里面太阳系有8大行星，我这儿有9个。我有一次检查课文，我才知道那篇课文他们的书里面要全文背诵，我这儿只需要朗读一下就好了。所以呢，当时虽然大家用的都是人教版的书，但我是老人教的，我上的是 old school。我也跟老师去吐槽过，我说我爸妈给我用的是旧书，当时呢，老师就随口一说，哎，你要原谅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说完他自己都沉默了，他不沉默我都没发现，我用的爸妈也是别人用过的，他们是3手的，都已经第3次当父母了，而且还是知3当3。不过好在后来呢，上了5年级，我就拥有了全新的教科书，因为义务教育普及了，书本费免了，所以呢，托举我的不是我的家，是我的国家。还有更正能量的。后来高中呢，我考上了全国100强高中。高1开学的那一天呢，我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我知道家里面那些留着有用的东西，我再也用不着了。幸好我哥哥姐姐没考上高中。然后那天呢，我妈也非常开心，她到处跟别人炫耀说：“你看我就说吧，留着有用。”我说管你留着有用没用，我的人生可要全新起航了。我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的天，声势很威，声势很威，哇！小蝶锁票倒计时。谢谢小蝶的表演。所以小蝶，你的标签写的是来都来了，对，来都来了，也是你刚才在你的脱口秀表演里面说到的这句话。对，这是我的一个人生 slogan。一方面在比赛里面呢，就是这个比赛我来都来了。其实更大的说呢，就是这个世界我来都来了啊。就是4位都拍了。最先拍的是春春，然后我们3个人可能到最后。我是在那个吉利那个地方。他喜欢图个吉利啊。不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小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人生的样本，我觉得可能是太独特了。所以我在听他的整个的故事当中，我是觉得有很多的细节，他分享给我们。我觉得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极大的勇气的。我觉得我能从他的这个讲述的这个故事当中获取到很多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拍灯的原因。谢谢。
我觉得我必须要拍灯，但我先说另外2点，就刚才舒恒是结束的太快了，你其实是抻了一段，我觉得那个气有点泄，如果能够早一点结束，我觉得会是相对更好一点。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个非常丰富，像刚刚春春讲很独特的题材，值得讲，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沉重的，所以你发现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敢笑。是的，这其实是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类似于像吉利这样的梗去把它破一破。但是你今年讲已经比去年前年讲这个氛围因为我们也在进步，我们的接受度我们的边界也在被你们拓宽，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回顾自己的来路，我觉得所以值得讲，我就拍了。鲁豫老师这个点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您不是说结扎之后您就出来了吗？是吧？您就是拦不住的大小姐啊。不知道我是不是猜错了，就是你中间有一段比较荡的那个，然后拖得也比较长，是因为前边开场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好，没有达到预期，所以你就有点意兴阑珊了，是那样吗？是吗？因为我也是个 I 人，对，就是我会上台特别紧张。这个场地真的对线下的选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脚本大家也听得出来，就是今天表演差一点点，我非常惋惜。还有你那些我有时候觉得中国有一些父母确实是真的比较粗线条，他不知道对孩子的那种伤害。我是家里的第4胎，然后本来是要打胎打掉的啊。那时候下放到农村，然后我父母去了卫生所，进去一看，里边都是苍蝇，就所谓赤脚医生，你知道吧？就那种没有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然后害怕了，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这个事儿就别告诉我了吗？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说本来是不想要你的，对，他们会一直重复的对，强化这个东西，所以让你产生很大的负担。我是到了给父母伺候的很好之后，我才彻底摆脱了这个。所以我觉得你随着你高速的窜红走红之后，在父母面前找到那个尊严以后，这个事儿是可以化解的。对，可以化解。杨先生啊，哎，我特别想听我们编剧老师的评论我自己审美上，我特别喜欢领养代替购买那个梗，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它不只是听起来很地狱，它实际上就是很地狱，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是一个更剧场一点的环境，可能大家都感觉到更有安全感一点，可能这个笑声会更好。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很喜欢小蝶的风格，还有小蝶确实是我见过的字面意义上生命力最强的女性，所以谢谢希望你后面能有更多的表达吧。再次掌声送给小蝶，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也把孙书恒请回到台上，来，2位站到投票区。我们先来看一下校友团给2位的票数，孙书恒30，小蝶40。在全场的所有朋友投票结束之后，2位的票数是，请看。我觉得应该差的不远，对，差不多有可能。但我个人还是偏向孙书恒多一点点。我偏向小蝶，应该会很接近吧？我觉得240左右吧。小蝶234票，都不低啊！真的很接近，恭喜小蝶进入到晋级区。等等 ，hold on， 这就用了啊！当。哇！我的就用掉了，用掉的理由是大声说出来。理由就是他们俩的作品，不管是脚本还是以前的表演，我都看过，觉得都是一流的。但是今天说实话，在这个舞台上，2个人表现都不是他们最好的表现。我觉得他们俩今天是旗鼓相当的。那肯定。于是用了自己的等。对。那么，小蝶、孙书恒双双进入晋级区。